这里是992。那今天我们来补充一下 Stable Diffusion 上面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补充，也就是上一期并没有深入去探讨的东西，比如说提示词提示词补充让你的那个画质有一些质的提升，还有尽量去改变所谓的脸部崩坏的一个问题。好，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去打开我们这个启动器，然后来到这个版本这里，然后点击这个拓展插件或者是插件这里，然后就确保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它有一些新版本发布嘛，后面会用到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后面会聊的这个A-Detailer 这个非常强大的插件。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在这边升级一下，点击升级，然后就等级4，然后它会自动跟你安排，然后去下载最新的版本。好，这里升级完了之后，我们回来这个提示词。OK， 好，提示词我个人推荐会怎么样去写会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方便呢？那这里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人物，但你要写一个人物，你要多少人，或者是是男的，是女的之类的。我们这边通常会用的那个提示词就是1个嘛，对不对？然后会根据下一步就是你可以就是所谓的换行嘛，换行的时候我们就写脸部面部比如说你要他笑，或者是你要他有画眉毛呀，什么样的眼睛颜色口红做一些面部表情，我会比较注重把它放在一块，这样子我们后面的时候会在使用那个 A-Detailer 上面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好，那接下来就是比较除了脸部以外的一些东西吧，就比如说头发发色呀、衣服呀，或者是你要喜欢T 恤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外套卫衣之类的那些，然后还有做一些动作或者是特征，特征嘛，对不对 ？OK， 我这边停顿一下，我相信大家都懂了，这个特征指的是哪里啊？当然，如果你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偏向于，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像客室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放它在 indoor 里面如果是在街道走廊这些，或者是森林这些，我们就会放 outdoor， 或者是你直接放一个 outdoor， 然后不局限去设计一个环境变量的话，那它就会有自己的发挥嘛。尤其我们用 U.A 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玩法。好，那环境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设计一下你这个场景会出现的一个想要的一些特征。比如我就打个比如，这里是说你想生成一个下雨天的图片，比如说我们就写 rain wet， 因为下雨天身体就会湿嘛，如果你没有打伞的话，那就或者是会有 dark cloud 这些，就是偏深色系的那些乌云然后 camera 跟这个 style 这里指的是你要你的人物是看着镜头的吗？或者是你要全身照 ？OK， 全身照，或者是你要它生成一个比较是从上往下看的图片。那这些都是属于 camera style 啦，我会比较局限于说是你换行尽量这样写会比较方便。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后面提示词修改的时候，都会有多多少少会去添加，慢慢去越加越多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刚想到的一些特征不一定是说你一上来你就知道你要写什么，或者是你要画什么东西。好，那这里比较着重想要介绍的东西是画质类型的一些提示词，因为你拥有了这一些提示词了之后等一下你拥有这些提示词了之后，它不一定生成的特别的棒。好，那我们今天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画质提示词。那我这边介绍，因为我上一期介绍的网站是下载模型从所谓的 C 站，相信大家都懂。好，那我这边会介绍的一些提示词比较重要的，或者是你看别人的图片，他通常都会使用的一些图片生成的一些图片，它都会用多多少少会写到一些像 Score 9 Score 9A 的之类的这些，然后 Best Quality 这些
比较常见的，比较少见的是 easy negative 跟 bad hand 这些，你会觉得想说，哎，我这些东西很少看到，我是不是不应该用，或者是为什么你的这个提示词要放挂弧这些东西？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实战环节，让我去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启动器，去打开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的 Web UI。好，那这一个 C 站上面介绍的这个为什么会用这个 Score9 这种分数上面的这个在 Pony 模型上会使用的这个功能，为什么它会去使用？那简单上来说的话，因为写的很长，然后也不是看得很明白，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的话，就是这个模型在经过那个训练的过程中呢，多多少少会有用一些提示词去打分嘛，对不对？你去打分，然后给出一个最好的偏向我们玩家，或者是比较偏向我们用户想要的那个，或者是那个训练模型的人比较想要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效果。那他会用这个 ta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标签去给他打分，进行打分，然后进而让他去影响，然后生成比较偏符合我们想要的这么一个模型。好。那这个文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点开我的那个评论区，然后可以深入的去了解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到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页面，让我放大一下，因为看起来有点小啊。那在开始之前呢，你可能会看到我刚刚那个提示词上面的，放心啊，那个提示词也会放在那个评论区，不是评论区啊，就放在我的那个简介里面。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为什么会有一些，为什么你的模型里面可以出现这个 easy negative 啊 ，easy negative 跟 easy negative v2， 为什么我的没有？要怎么去打开这个模型？不是模型的，它应该算是嵌入式，叫所谓的 embedding。要怎么去让它加入呢？我们可以来到设置，然后在检索这里或者是搜寻这里，你去写一下 embedding。好。你来到这里了之后呢，确保这个3个选项加入模型时，textual 这些这个是打勾的，然后嵌入式模型也是打勾的，然后还有在普通标签结果包含这个，然后也是确定，然后我们就保存设置的时候，我们再重启 UI。好，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所谓提示词上面的这个介绍呢？是因为也不是介绍啦，就是说为什么推荐你这样子去写，它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去影响生出图片的一个偏向你个人喜欢的一个程度，对不对？那然后我们这边就放一下一个操作放一个演示，对吧？演示，我们生成演示图一下啊。OK， 我们放 yes， 然后这边呢，我随便写个提示词吧，one go 的，然后有睫毛长睫毛或者是短睫毛之类的，这个就是有一个睫毛吧，然后是长的那个 polo shirt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职员的那种长领外衣长领外衣，然后黑丝，然后再加一个 indoor 的，就是在室内，然后在沙发上，然后看着我们，然后我再放一个 simple background。这里我用了这个特殊的方法去简化，不要让它生成的背景太过于单调，因为你放 simple background 的话，它可能会生成一个背景就直接是白色的，或者是要么就没有东西，看起来有点无聊。那我放 simple background， 然后再去简化这个提示词我们用了这个方框的这个提示词去减弱它，然后再放一个 realistic， 去告诉模型生成说，我要生成一个比较偏写实的一个画风的这么一个人物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提示词上面所说的，就是所谓的 camera 或 style 这个部分，就是风格风格里面也可以包括你要写的 anime 之类的都行，你就放在这个里面，对吧？那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明了说，我要改哪里的时候，你可以很方便的回来去改，而不是放在一块因为你复制粘贴的时候，大家的那个提示词是放在一块的，你可能会感觉说很奇怪，或者是你要改的时候会遇到很困难
只是方便我们玩家或者是我们用户更容易去跟它做一个加减嘛，对不对？你可以更方便的去更改它。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逗号的这么一个写法的话，它的提示值是来回跳的，它不一定说哦我这样子放的话就从第一个开始慢慢做，不是，它是全部了解了之后就随机跳一下，然后就开始生成啊，举重然后它自己生成。它可以自己了解，不像我们人就人类一样，就是需要慢慢去读一下，我要去稍微去理解之类的。那闲话不多说，那我们来修改一下参数，然后并生成一张图片。好，我这边是选择生成4张图，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生成的速度，大概在。如果是上升，就是那个肖像图的话，大概在1.5左右，1.5、1.6以上。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完成的这一个图片，在没有所谓的这个画质提示词的时候，生成出来的图片的一个表现。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稍微是有一点问题的 ，OK。这个也是，就是大小眼啊，或者是眼睛的瞳孔画的有点奇怪。好，那我们这边就放一下我介绍的那个提示词嘛，对不对？那个画质提示词。好，那你可能会想问说，跨弧跟这个权重嘛，跨弧跟这个方框的这个格子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的话是减轻。然后，如果你要加重它的话，我们就可以加这个跨弧，去加权重。那它的算法是1.1的平方啊。如果你要放越多，它就平方2、平方3这样，就 the power of 2 the power of 3这样子。但是它是乘以1.1啦哦，所以它会慢慢的去增加。那我这里就太推荐大家就是0.5、0.5这样去加这个权重，可能效果不太好。你可以直接放这个跨弧就好了。好，那这个提示词已经放好了之后，我们来生成一下图片。好，这是我们添加了这个画质提示词了之后它的效果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张的细图，你可以看到眼睛呢有很明显的被就是减少了所谓的脸崩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好，那在进入这个处理脸崩的这个问题环节之前呢，我们先去保存这个起手式的一个预设，这个给我们这个 Pony 模型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预设吧。好，这边我们先把我们刚刚写好的那个提示词放进来，然后跟这个负面提示词跟这个对，然后我们就输入一个名字，比如说hi 之类的，那我们就按保存。那如果你说你要应用，我们点了保存之后，如果说我们想要应用的话，要怎么去应用它呢？我这边先把提示词给去掉。OK， 我们先做一个尝试哈。我就选择点击这个 hi 了之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将这个像书本的一个图案去点一下，那它就会把这个提示词给放进来了。好。我们就进入这个脸崩环节，来看一下脸崩环节，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所谓的脸部崩坏的原因跟如何解决了哈。那脸部崩坏，我相信大家在玩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多多少少会遇到吧，尤其是在生成所谓的全身图啊，或者是背景有点复杂的时候，它的脸部就会开始偷工减料啊。那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有点像是游戏显卡在运作的那个功能上的一个感觉了，就是那个东西距离你越远，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被简化掉。你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其实也是被简化的很严重啊。那 Stable Diffusion 也是在画图的时候，它也是这么一个。那 Stable Diffusion 在画图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会偷懒的，就是因为如果用专业的方法去解释这个原理的话，就是脸部的所分配到的这个分辨率呢很少，
尤其我们在画一个比较远距离的一个图片的时候，基于这个问题，它得到的分辨率很少，所以它在画图方面的时候细节就会丢失和偷工减料。说我们自己感觉上就是偷工减料吧，可以这么去理解。好，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手部的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这张图的话倒 OK，这一张也是属于手部严重的损坏的一个问题。那手部的问题这一期先不展开说，那我们先生成一个比较接近于会脸崩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图片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脸部的细节。好，你可以成功看到这个提示词并没有很好的去解决这个脸部会崩坏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哦。那要怎么去解决呢？那我们现在就要用到这个 Add Detailer。OK， 我们勾选上，现在我把这个随机种子给固定在这个风格上。然后我们勾选了 Add Detailer 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默认其实会选择所谓的脸部模型了哦。那勾选上，我们勾选上，然后我们把脸部特征的这个书写方式呢，复制我们复制过来，对吧？然后我们把负面提示词 easy negative low quality 这些后面的地方给生成进来，因为这边对吧？然后我们就在适当的降低 ControlNet 对它的影响，我们把它降到 0.8、0.7 吧，0.7，我们把它降到 0.7 之后呢，我们把重绘这边点一下。然后呢，来到这里，如果你希望它的画风呢，就是稍微做一下修改的话，你就适当的去降低它。我这边我就放了 0.2 好了，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你可以完全改变整个脸型，你可以这边直接改比如说放一个亚洲面孔都可以都可以实现就是这个都会被这个局部重绘的这个弧度所影响。甚至你可以完全生成一个睫毛是彩虹色的都可以那我们这边就勾选上使用独立模型，然后跟这个我们上面使用的这个采样方法使用成一样的，然后 OK 然后我们就生成。好，我们来看一下成果图，用这个 Add Detailer 修改了之后脸部的特征。你可以看到有更高的这个就变得更好看了，对吧？相信大家也有同感吧，就是脸部都有一个很好的修改到 OK。 好，那视频到这里其实已经算是，如果你想学怎么样去修改面部的问题和提示词上面的理解的话，其实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想做一些补充那如果说我相信你在别的地方也有看到，就是用 Add Detailer 去修改手部问题的这个教程，可以用，但是大概率它有70%的概率会没有办法去解决。比如说你的手部特征本来就画的不明显，像这张图其实手部其实生成的是可以说是有问题的吧，对吧？这只手你看它手指数量也不对，那你用 Add Detailer 去修改手部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翻车了。它要么就直接生成一个胳膊，就是断手的一个女生给你，就是效果非常的差，要不然就是2根手指合并起来变3根手指，这种时常都会有发生。所以下一期视频预告一下，可能会做一下基于 ControlNet ControlNet 的这个开发上去解决所谓的手部有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法吧。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补充，就是感谢各位的支持就我发现还蛮多人在我的那个视频底下留言的，写了一些评论，问一些问题吧，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去回复了那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私信我了因为你看这个私信我的话，
我大概是收不到的啊，非常的抱歉，因为我的私信这边其实收了很多这些 UP 主的更新视频更新啊，我自己是很少会去来看的啊。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是九九兔，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跟炼丹，这个炼丹途中感到更多的乐趣吧。好，see you again. Good luck.